城破之时，姑姑说只能救一人，我被带走成为大宣唯一的公主，锦衣玉食，奢靡无度。而姐姐留在故国，与野狗争食，被人肆意的践踏，过尽了屈辱的日子。后来，姐姐跨越千里找到了我，一把火将我二人烧成灰烬。再醒来，姑姑拿着竹签让我们抽取，姐姐一把抢过竹签扔在地上。陆家女儿怎能轻易的退缩？姑姑你也该留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迷糊醒来时，姐姐正在床前守着我，还没开口，姑姑就带着人急匆匆地跑进来。今日你姐妹二人，我只能带一个走，都是我的侄女，你们抽签决定吧。姑姑说着，递过来一个竹筒，让姐姐先抽，里面有2个竹签，一长一短，谁抽中长的就跟我走。我撑起身子，瞪着面前的竹筒，姐姐抢先一步，一把抓过竹筒，摔在地上。竹筒4分5裂，2根同样短小的竹签搭在一起，格外像个人字。陆家满门忠烈，祖父、父亲、哥哥如今接连战死，我陆家女儿怎能轻易的退缩？姑姑，你身为陆家之女，祖父死前还牵挂着你，如今你回来了，也该留下来陪我们一起。姑姑脸一阵青白，她劈手打在姐姐脸上，手上的指环划伤姐姐的嘴角，鲜血嫣红。陆以风，你长本事了，我好心的救你们，你却不尊长辈，你娘就是这样教你的。姐姐抬手一抹，我娘教我知荣辱廉耻，明是非黑白，手中孝仁义。倒是姑姑你，陆家之训全进了狗肚子了。姑姑气急了，你们就死在这里最好。说完，她摔门而去，陆家的大门已经被刀剑劈烂，被她一摔，支离破碎。街道上哀嚎声不断，有誓死不屈的，也有跪地求饶的。姐姐抓起身边长棍，她跟着父亲习武几年，比一般人有韧性。兰儿，姐姐会保护你的，我撵走她，你别怪我。兰儿，当姐姐碰到我藏在被褥中的手时，她惊呼一声，掀开被子。我的手中紧紧地握着一把匕首，我说：姐姐，我想杀了他。前世的时候，同样的场景，姐姐抽中了短的竹签，她开心地对着姑姑说：我手中是短的，姑姑快带妹妹走吧。12岁的姐姐觉得姑姑衣裙华贵，满头珠钗，我跟着她不仅能活，还能过好日子。姑姑二话不说就拉着我离开，我惶恐地扭头，看到姐姐身躯单薄，手握长棍，坐在家中的台阶之上。兰儿，好好的听话，保护好自己。我随着姑姑来到城外一处大营，看着她扑进那个下令破城的男人怀里。大宣的厉王姬玄，就是他率兵攻打北朝，致使山河破碎。姬玄伸手捏了一把他的臀部，轻笑：要是大家都像冉这般柔软，本王就省心多了。10岁的我看着姑姑娇声地绕着身躯在男人怀里扭动，只觉得心头犯呕。姑姑，我要回家。我自幼身体不好，声音也细弱，姑母瞪我，回去送死吗？听到死，我想到姐姐还一人在家，泪水滚滚落下，我要和姐姐一起。姑姑恼怒地从姬玄怀里起来，哭什么哭，没一点教养吗？还不拜见王爷。姬玄的目光锁定在我身上，阴冷晦暗，我只觉得浑身冰冷，害怕的有些发抖，怀中藏着一把匕首，我还未抽出就被识破。陆家的女儿原来也有骨头啊。姬玄玩味的笑，带回去吧，看这骨头能撑多久。姑姑温柔的娇笑，多谢王爷，妾会好好的教导的。脸上笑着，拽住我的手，却死死地掐住我的胳膊，将我扯进另一间营帐，摔在地上。乖乖的听话，否则我可不顾念亲情。姑姑很受姬玄喜爱，她总是留在姬玄的营帐中，昼夜嬉笑。没过多久，北朝派使者求和，拱手让出33座城池，金银珠宝绫罗绸缎，美人牲畜不计其数。自此，北朝成为大宣的附属国，永远位于大宣之下。而姬玄领兵回朝，直接攻进大宣皇宫，弑兄夺位，成了大宣新的王。姑姑被封为贵妃，姬玄对众人说：陆家的女儿柔软美味，很得他的喜爱。一时间，战神陆家成为天下最大的笑柄。可姑姑毫不在意，照旧搔首弄姿地勾引姬玄，不觉羞耻。我被他带进宫中，安排了人进行教导，白日是琴棋书画，晚上是极乐宴舞。
他从来不是为了救我，他只是为了折磨我。我能从他的言行中看出对陆家的恨意，可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只记得1年前他突然离家出走，祖父和父亲寻找许久都没有结果，再次相见却是如此。最初我是不从的，不断的挨打受饿之后，姑姑告诉我她找到姐姐了，如果我听话，她就会让姐姐活着。我第一次穿上舞衣跳了起来，姑姑那天很开心，她喝了酒，醉眼朦胧地捏着我的脸。兰儿，知道我为什么选你吗？因为你这张脸和你娘那个贱人一模一样。哈哈哈，我做梦都想看着这张脸烂在泥里。不许你骂我娘！我使劲地推了她一把，被宫女反手钳住，扇了数十个耳光。我眼冒金星，鼻青脸肿地趴在地上。姑姑用脚踩住的我的后背，小兔崽子，还是不学乖。我遭受了一番非人的折磨，出来后乖巧的让姑姑很满意。再后来，姬玄再一次看过我跳舞后，封我为大宣的公主，赐我金屋，奢靡无度，一时间人人羡慕我。而我白天是最尊贵的公主，晚上被送往每一个对姬玄有用的人的府上，直到姐姐跋涉千里，费尽心机地找到了我。彼时我正被姬玄捆在公主殿内羞辱，姐姐穿着宫女的服饰出现时，我恨不得咬舌自尽。这副模样，我不配活着。姐姐伤了姬玄，却无法带着我逃出宫殿。她痛哭流涕，早知如此，当初我就不该让你跟她走。我们无法逃脱，也不甘心再受辱。最终，姐姐一把火点燃了公主殿。再睁眼，有了重来一次的机会。这一次，我们要换种活法。赶走姑姑后，我让姐姐快速地收拾了一些东西，绑在身上。姐姐，先活下去，我们才能报仇。我知道姑姑还会回头抓我的，她的恨意要从我身上发泄。还好，我已经知道她不为人知的秘密了。门外越来越乱，我藏好匕首，姐姐将我们的衣服和脸蛋弄脏，带着我从后门偷偷地出去。她熟练地绕过几条小道，避开巡城的士兵，最终停留在一处破旧不堪的庙里。这里都是因为战火而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。别怕，姐姐抓紧我的手，挡住那些混乱的目光。我们找到一处角落，姐姐费力地抓取了一些干草，铺了一下，让我坐下，而她随意的一坐，不动声色地将我护在里边。等到谈判结束，大宣军队撤离，我们找机会寻求生机。我数着日子，还有10天使者才到。这里的人一看就是饿了许久的，眼下街上混乱不堪，根本弄不来食物。我们身上藏了吃的，却也不够，而且这里人多眼杂，也不敢露出。姐姐总会趁着深夜给我嘴里塞吃的，一小块一小块地，怕我噎着。姐姐，你也吃。嘘，在我这儿放着，我吃的比你多。第5天，有人往庙门口扔了一些发黑的馒头，姐姐也去抢了一块，她急切地塞进嘴里，我伸手去抢。别吃，姐姐梗着脖子咽下，没事的，狗嘴里掏出来的我都吃过呢。她说的轻松，我呜呜地哭了起来。会好的，兰儿，有姐姐呢。第8天，我们目光虚浮，嘴唇干裂，互相依偎着等待。庙门口一阵混乱的吵闹，一群士兵大吼大叫地进来，众人吓得挤成一团，瑟瑟发抖。大宣的士兵将一个15、16岁的少年推搡在地。穆爵，你不是百发百中吗？正好一堆火把子，来吧。这都是活生生的人，你们疯了吗？要的就是活的。大宣已经接受我们的求和，你们不能滥杀无辜。是吗？有个领头的走过来，直接一刀砍下离他最近的流民的头颅。穆爵，你赢了，他们就不用死。周围是惶恐无助的哭泣。姐姐捂住我的眼睛，她的手不停地发抖，死死地咬着嘴唇，不发出声音。他们挑选了10个人，被迫站成一排，举着一个个大白馒头。人命在前，穆爵不得已搭弓，瞄准。有个年纪小的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拿起白馒头啃了起来。穆爵来不及阻止，就被士兵一刀杀死，死的时候还费力地想要咽下去。他们目光再次瞄向人群，要再选一个。手指将要指向我的时候，姐姐开口，我想吃馒头。好啊，只要不被射中就可以吃。
他们邪恶地笑着，进行一场血淋淋的游戏。穆爵的剑法很准，可人们在饥饿和恐惧之下，身形发抖，站立不稳。有一个在穆爵的剑射出后，身子一偏，剑自手臂贯穿，他连哀嚎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大轩的人热烈地笑起来，伤了3个了，穆爵再伤一个你就输了。什么神射手，狗拿了弓都比他准。我绷紧了神经看着姐姐，她是最后一个。穆爵满头大汗，他拿弓的手几次放下，又举起来。姐姐的身体在轻颤，她使劲的呼吸稳住自己。大人，快点吧，我还等着吃馒头呢。剑已离弦，稳稳地扎在馒头上边，4分5裂，姐姐却抓得很紧。大轩的人不满意这个结果，踹倒了穆爵，又要拿姐姐撒气。我跑过去，拼命地挡在姐姐面前，拳脚落下，我只觉得骨头都断了。住手！穆爵愤怒地推开他们，再不走，我不介意鱼死网破。我死了，我父亲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到时候你们也别想好过。他们愤愤地离去，等人都走了，我和姐姐互相搀扶着起来，姐姐将馒头的碎块塞到我嘴里。受伤的人们低声地呻吟，姐姐吃着吃着趴在我肩膀，有泪水湿润我的脖颈。姐姐，我们会赢的。我轻声地鼓励姐姐，我们在一起就可破万难。第10日，使者签下不平等条约，击旋停战。撤军之时，他说，北朝之人果然都是软骨头。这座城之外的土地成了大轩的国土，大家都怕了，不敢与敌国为邻，纷纷逃亡出城。穆爵带着北朝的将士守在城门口，看着人们落荒而逃，少年眼中满是泪水。姐姐说，穆爵此人心中憋着一口气，会是击旋头上悬的一把剑。我说，一把可杀不死他，多来几把才行。姐姐想了想，说要去军营，要将自己练成一把剑。她一身男装来到军营，正是缺人的时候，审查松散，却碰到穆爵。他皱眉看着姐姐，有些不满意。你年岁太小，虚岁13了，看大人也不比我大多少。参军很苦，不是儿戏。这世道何来儿戏？我只想保护重要的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陆以风。穆爵最终同意姐姐参军。我在附近收拾出一间屋子住下。穆爵知道姐姐独自带一个妹妹生活，对我们有些照顾。此后，姐姐在军营奋发图强，刻苦训练，而我每日写写画画，等着姐姐每3日回家陪我吃饭。吃完饭，姐姐看我画的图纸，还在画，或许会有用的。大轩宫内的每一寸位置都被我一笔一笔地画了下来，那些权贵重臣，我都记录在案，万分详细。只是很多时候，那些难过的时光都会让我不得已停下笔来，平复心情。日复一日，等我15岁那年，姐姐已经是穆爵身边的副将了。17岁的姐姐晒得有些黑，侧脸有一个细小的疤痕，没人能看出她是女子。在姐姐又一次回家吃饭时，我说，姐姐，我要走了，我这把悬在他们头的剑也要出鞘了。我走的时候，已经很久没有眼泪的姐姐哭红了眼。她说，青兰，我多希望我能护你一世无忧。我抱着她，蹭了蹭她的脸颊，姐姐，这也是我的所愿。隔了前世，我再次踏入大轩的土地。马车上的铃铛叮叮当当的响，香车暖炉，美人软软的靠着香壁，一旁的乌蒙看得有些走神。他伸手想要触碰，我闭着眼说，乌蒙，想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。我知道。乌蒙低沉的应着，起身走出车厢，驱赶着满车的宝物送去了击旋的王宫。王上，这次带来的您一定会满意。在3年的时间里，这个当初被我救下时面目全非的男人，已经成长为通行2国的顶尖商人。我供给他所需的各项情报，他则能出色地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。他不问我一个幼小的女孩何来的这些，我也不问他难以启齿的出身。毕竟仇恨已经足够让我们费心了，多余的一切都不重要。乌蒙在大轩有着不俗的地位，毕竟那些官员的隐秘都被我所知晓，所以击旋召见乌蒙毫不意外。是人便有求不得。我缓步走入大殿的时候，击旋神情淡然，只微微的挑眉，美则美矣，也并非珍宝。王上，它的价值不在于美貌。哦。击旋来了兴趣，说说看。乌蒙神秘的一笑，
脸上覆盖半张脸的疤痕更显诡异。此女天赋异禀，所求所愿，可慰人心。哈哈哈哈！姬璇放声大笑，眼中是不屑的讥诮。我平静地等着，姬璇停下来，怎么不来证实自己？因此天赋，我被钱财所交易，不过求个活着，故信则成之，不信则无缘。姬璇此人，有人的贱性，我若上赶着，他反而厌恶至极。可当我自由随性，他便要束缚我于深宫之中。叫什么名字？陆青兰。宫中有一位陆姓贵妃，或许你们认识。是吗？那该见上一见。在旁人眼中，姬璇的宫中美人无数，却依旧宠爱陆染。可我知道其中的假象。前世，我曾亲眼看到他让陆染像狗一样赤裸着身子在殿内爬行。他鞭挞他，羞辱他，听他求饶，看他卑贱不堪的模样。我陆家守卫边城40年，姬璇16岁领兵，惨败于我祖父手下，其间无一胜绩。姬璇22岁，败于我父亲之手。与陆家战斗了近10年，姬璇未能打开这座城门。直到北朝皇室昏聩，克扣粮草，断掉支援，而陆染莫名的叛变，姬璇才有了机会。所以他认为践踏陆染就是在践踏整个陆家，那个曾经给他极大压迫感的陆家。我在宫内的第2日，陆染满脸不可思议地跑来，看到我后，他说：“我就知道你没死，陆青兰，我的好侄女。”哦，原来我们认识啊！我一脸笑容，那可太好了。陆染迫不及待地告诉姬璇：“我是陆家的女儿。王上，他一定别有用心，交给臣妾来调教他吧。”姬璇眼神幽暗，陆家的女儿自然是本王亲自调教。当晚，姬璇来到我的宫殿内，他让我跪在地上，拿着马鞭抽向我。陆家的女儿果真更美味。我身上出现血痕，却神色淡然，毫不出声。姬璇恼怒，哭喊啊，求饶啊！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王上，你想见的真的是陆家的女儿吗？什么？姬璇不懂，我直视他的双眼，片刻，我轻轻地开口：“姬璇，今日之事，本宫就当不知道，以后我不再见你。”那天晚上，姬璇落荒而逃，无人知晓的隐秘被摊开，一切都显得神秘起来。第2日，他赤红着双眼问我：“你能感知到他吗？”我看着他，凝视他的双眼，那双眼中是迫切，是求而不得的爱意。阿璇，你又不听话了，别惹你皇兄生气，好好的读书。姬璇身子抖动，一模一样的神情，如出一辙的语调，像，真的太像了。而且还是无人知晓的事情，姬璇竟有些手足无措。他安静地站在一旁，听我缓缓地说着：“本宫煮了芙蓉羹，阿璇，你也有，快去给你皇兄道歉，别再打仗了，听你皇兄的话。阿璇，你也该成亲了，喜欢什么样的，给皇嫂说。”姬璇被带入回忆，他痴迷地看着我，随即苦笑一声：“皇嫂，你真的不知吗？”王上，我开口打断他：“我不是他，只能亏得几分罢了。”他陡然清醒，暴怒而起，猛地掐住我的脖子：“敢透露出去，朕就杀了你！”姬璇走后，我捂着脖子咳嗽不止，眼泪都笑了出来。世人谁也不会想到，姬璇篡位只是为了得到他的皇嫂，而那位前皇后挥剑自刎，也不愿看他一眼。在前世那些捆着我羞辱的日子里，不知为何让他想起了这隐秘的心事。一次又一次的酒后，他让我扮演那位前皇后，诉说无尽的过往，来满足他的内心。之后的日子，我时常伴随姬璇左右，在我的扮演下，他喜悦又悲切，竟不敢轻易地碰触我。朝臣权贵在我眼中没有秘密，我们的人早已渗透于大宣的每一处。姬璇弑君本就根基不深，前世他用金钱、美人和权力所巩固的一切，如今都被我一一的击碎。乌蒙的本领比我所想的要厉害许多，他甚至于在后宫之中传信：“青兰，我会尽快的接你出去。”眼前送信的是姬璇身边的一个太监，很得姬璇信任。前世的时候，他曾里应外合想要刺杀姬璇，可惜那时他太过微弱，不足以成事。如今有了主人，羽翼渐丰，他眼中是压不住的激动。姑娘，您安排的都办妥了。姬璇室内的熏香让他总是梦境不断，
在朝堂又被诸多事情困扰，一下朝就直奔我这里，寻求一丝的慰藉。皇嫂为什么都不满意朕？阿玄可有读书？今日是否有长进？我从不出主意，只扮演他记忆中的皇嫂，说着那些记忆中温柔的话语。他越来越依赖我，不再管我是否是陆家之人，就只凭前皇后，他就觉得我是神赐之物。陆冉失宠，忍不住来挑衅我，我让宫女压着他抽耳光，一下又一下，鲜血从他的口鼻中流出，那张脸终于顺眼了。陆青兰，我是你姑姑。我踩着他的脑袋，一个觊觎自己的哥哥，陷害嫂子，叛家叛国的贱人而已。陆冉惊恐地在我脚下扭动，你是谁？在哥哥成亲后不断勾引，事情暴露后逃出家门，卖国求荣，害死所有人。陆冉，你这样的贱人，活着真是让人恶心。你父亲死的时候还在想他的女儿什么时候归家。我没想害死他们，我不过是陆家捡来的，为什么哥哥不接受我？我已经委曲求全，告诉他我当个妾就好，可他不愿意，说什么只当我是妹妹，我根本不愿意当他妹妹。陆冉尖叫，我不是陆家的，我不是。还好你不是，不然我定会给你扒皮换血，不让你辱没陆家血脉。我将陆冉关了起来，姬璇没任何意见。一个不是陆家的女人，让他心理上再也产生不了快感，而我能极大的满足他的意向。朝臣来报的时候，姬璇正枕着我的腿吃我亲手喂的芙蓉羹。阿玄，以后只做给你一人吃。他沉迷于这种角色之中，都快忘了我是谁，竟是痴情之人。王上，北朝拒交贡品，甚至叫嚣要收回33座城池。姬璇坐起身子，眼中是看蝼蚁般的不屑。这群软骨头是想要硬起来了，那就继续打软一点，软了才舒服。乐图领兵杀。见到乐图的时候，我认出是当年在庙中屠杀百姓的那个领头的。他张狂至极，王上放心，领兵的穆家软蛋不足为惧，看小的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大战之际，姬璇再不来我这里，看来还没有完全昏聩。我等消息等得着急，忍不住跑去关押陆冉的地方虐待一番，果然舒服一些。消息递进来时，我听闻姬璇震怒，砸了大殿。我打开信件，贼人叫嚣，被我一箭射中眉心，十分痛快，首战出捷，万分思念，盼归。看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我能想象出姐姐英姿飒爽，骑马迎战，弓箭拉满，破过重重阻碍，射入乐图的眉心深处，像馒头一般被钉在地上，破碎如泥。随后几场大战，大宣节节败退。听闻北朝又出了一个战神将军，也姓陆。北朝皇室之人，这些年来被大宣欺压不断，凡是成年的公主都被送往大宣任人欺辱。他们受够了这些屈辱，难得的支棱起来，在穆爵父亲的带领下，主战派胜出，我们得以出兵对抗大宣。随着不断的战败，姬璇第一次感受到了危机。朝堂之上，大臣们想要割还城池，恢复大宣与北朝的关系。凡是提出退让的大臣，全部被姬璇斩首示众。此后再无人敢说。姬璇来我这里做了一次，这次他只是看我。我淡然的沏茶熏香。姬璇说，一点都不像。我笑了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自然不像。他似乎清醒了过来，在权势面前决定断掉这些欲望。姬璇要御驾亲征，他带着我，将我双手锁住。陆青兰，朕还没有昏庸到被你所迷惑。我轻笑不语，人总是不承认自己的愚蠢。他还没看清楚，朝堂之上又有多少他的人。战场之上，我看到陆家的军旗再次飘荡，姐姐一身戎装，骑马站在队伍前列。姬璇实力很强，可穆爵和姐姐也很厉害，这一战打得尤为激烈。战火持续了1个月，双方都到了筋疲力尽的时候。粮草开始运送的缓慢，支援也还未到达。姬璇骂后方众人办事不力，说他当时能够打败北朝，粮草从未短缺过。休息的时候，他喊我上前，说些什么吧。我手上的镣铐哗啦的响，我说，阿玄，你皇兄不喜欢你总是打仗，每次他都彻夜未眠地安排粮草，部署援军，生怕你出了意外。姬璇手中的酒杯掉落，他掐住我的脖子怒吼，
你乱说什么？胡说什么？他根本不关心我，他抢了我的爱人，总是骂我，指责我，从来不爱我。姬璇，到底谁才是强盗呢？我吃力地说着，脸憋得通红。最终，姬璇松开了我，他说没有人能负我。再次对阵的时候，姬璇将我捆在一旁的军旗上。看清楚了，姐姐的胳膊中了一箭，脸上又添了新的疤痕，可她眼神晶亮，眉目张扬。姬璇，你迟迟的不敢出战，是害怕再败在陆家人的手里吗？姬璇大笑，黄毛小儿，口出狂言。他骑马迎战，陆青兰，看着我斩下你哥哥的头颅。我摇头，他可不是我哥哥。我说的坦然，姬璇有些吃惊，他想我是陆家人，又担心我是陆家人。阿璇，再打架，你皇兄要生气了。我温柔地叮嘱，姬璇背影僵硬，奔驰而出。小时候，姐姐随着父亲习武就很是倔强，一旦输给了谁，她便会加倍的努力，势必要赢回来，哪怕两败俱伤，也要击倒对方。战场之上，姐姐不要命的打法让我攥紧了拳头，浑身紧绷。姬璇很强大，她在战场征战10几年，不是轻易的就可以击倒的。你若现在跪地求饶，看在你姓陆的份上，我让你死个痛快。姬璇长枪压在姐姐的大刀之上，狂妄自大。姐姐一脸坚毅，姬璇，当年你败在我父亲手下，如今我会再次用陆家刀法打败你。大刀在姐姐手中一分为二，双刀在手，一时间姬璇也有些吃力。双方体力逐渐的耗尽，最后一击，姐姐一手出击，一手挡枪。姬璇长枪下挑，他以为姐姐会去防备，谁知姐姐挡枪的手直接出击，直直地扎进姬璇的胸膛，而姐姐的腹部被长枪贯穿。我泪眼模糊，恨不得能冲上前去。姬璇坠于马下，而姐姐紧紧地抓着缰绳，不让自己掉下，边吐血边笑。姬璇，陆家又赢了你。我被人松绑后，来到姬璇的营帐之中，姬璇没死，她双目紧闭，胸口处皮肉外翻，军医不断地止血，她痛苦地哀嚎。我走上前去，趴在她耳边轻声细语：姬璇，陆家将永远在你之上。姬璇喘着粗气瞪我，我缓缓地起身。对了，陆以风不是我哥哥，她呀，是我的姐姐。败在陆家女子手中的感觉如何啊？她吃力地说话，抓住她。我不理会，直接掀起帘子出去。乌蒙在门口等我，青兰，我送你出去。好。偷偷地出了军营，我问乌蒙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当然。军营中不好策反，这些都是姬璇的心腹，跟随他征战多年，如今只有一小部分投诚。但朝中大臣皆知姬璇为霸占嫂子，弑君夺位，如今已人心尽失。乌蒙拿出象征身份的金牌，认祖归宗。他原本是大宣上一任王上唯一的子嗣，因是后宫不得宠的妃妾所除，也跟着不受宠爱。15岁时，他跟随姬璇攻打北朝，想要立下功劳，博得父亲的宠爱，却在得胜之后，发现姬璇要谋朝篡位的阴谋，他在前皇后的掩护下拼死逃脱，被姬璇的人追杀。而我凭着前世的记忆，认出了他，在危急关头将他救下。其实他的脸是我毁掉的，当时他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。我就知道，我就对了。等我回到陆家军营时，姐姐还未脱离险境。她面容苍白，紧闭双眼，而她女子身份已经暴露，有一些人拿女子说事，要取代姐姐的位置。穆爵说，好啊，如今姬璇未死，谁能取她首级，陆以风的位置就给谁做。无人应声。良久，虚弱的声音响起，我能。姐姐醒来，我轻轻地抱她，也只有你可以，快些好起来。7日之后，姬璇再次出击，夜袭陆军大营。被早有准备的穆爵趁机反攻，姬璇仓皇逃离，被围追至山脉之中，做困兽之斗。我们并未强攻，而是消耗对方。姬璇的粮草已尽，他苦苦地支撑，等待援军到来。他还不知道，他已经没家了。当乌蒙带着军队赶来时，姬璇不顾伤势起身上马，要杀我们个片甲不留。乌蒙，快喂饱将士，随阵杀过去。乌蒙未动，身后的大军也未跪拜。乌蒙，姬璇瞪着他，你要造反？小叔叔，
你才是造反的人。姬无。姬玄咬牙切齿，却无能为力。你竟然没死。乌蒙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多亏了小叔叔的自大，我才能侥幸逃生。我和姐姐骑马站在对立面，乌蒙摆手让军队后退。青兰，你来杀了他，我不和你抢。姬玄的手下有些缴械投降，有些被就地斩杀。如今的姬玄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再无一丝气势。我和姐姐拿起陆家的双刀，一人一把，邀他一战。你也会刀？自然，谁让我是陆家的女儿？一刀一刀地劈在姬玄的身上，他早已败了，哀嚎着，惨叫着。当年城内粮草已尽，北朝援军迟迟的未到，陆冉偷取城防图，以至于让姬玄破城。祖父被乱箭射死，父亲和兄长被姬玄抓获。他原本可以给父兄一个痛快，也算是一种尊重，可他却施以千刀万剐，将父兄在大军面前生生的折磨致死。如今姬玄身上的每一片肉都是还债。最后姐姐一刀砍下姬玄的头颅，三军齐呼，再无人质疑陆一峰的女子之身。这场战役我们终于胜利了。乌蒙带来了陆冉，他被囚禁在笼子之中，看到我不断的磕头哀求。青兰，你小时候我是抱过你的，你放过我吧。你不该求我，你该去求祖父的宽恕。他将你捡回来，千宠万宠的养大，却养出一个白眼狼，毁了陆家，也差点毁了这个国家。我将陆冉囚禁起来，余生他要对着祖父的牌位不停地磕头忏悔，每日都会有人割去他的一片肉，再细细地包扎好，这是对父兄的忏悔。班师回朝的时候，姐姐换上了女装，她拘谨地捏着袖子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我仔细地为她装扮，眉目英朗，带着一种朝气。姐姐很好看呢。真的吗？穆觉在一旁不停地瞄两眼，是不错。到达京都的时候，穆觉的父亲穆老将军亲自迎接，姐姐给骑行了一礼，若不是他在朝中力争，后期亲自护送粮草，这场仗也不见得能赢得顺利。穆老将军落了泪，我不配受陆家的礼，当年我带队求和，早已没了脸面。北朝皇帝年近50，依旧软弱，好在太子强硬，与穆老将军都是主战派的。太子亲自带队入宫面圣，一路之上他不停地搭话姐姐。陆姑娘英姿飒爽，可比世间女子。京中繁华，有机会姑带陆姑娘走走。穆觉一脸不悦，一把推我过去，站在姐姐和太子中间。这是小风的妹妹，太子认识一下。我一脸黑线，好你个穆觉！姐姐本来一直在走神，见穆觉提我，赶紧一把抱住我，警惕地看向太子，不许打我妹妹主意。宫里乱七八糟的，我妹妹不喜欢。太子满脸尴尬，不敢再多说。大殿之上，皇上问姐姐有何愿。姐姐说：一，昭告天下，我陆家苦守边城，奋勇杀敌，誓死不退。二，当年苦苦的等待，却等不来粮草支援，臣恳请彻查此事，为我陆家再添阴魂。三，臣陆以封请愿，永守边城，为国效力。三项请求一一的应允。我们满意而退，穆觉想带着我们在京都休养玩耍几日，可总被太子打扰。穆觉一怒之下，我们直接回了边城。半个月后，大宣亲王登基，为表诚意，亲自前来与北朝签订和平条约。乌蒙不，应该是姬武脸上戴上了半块面具，他还是介意自己的面容。双方约定100年之内再无纷争，友好发展，和平共处。谈判到最后，姬武突然提出想要和亲，他笑眯眯地指向我，朕有意青兰，不知可否。姐姐扭头看我，她知道我和姬武的关系，怕也是我的意愿。兰儿，你愿意吗？我盯着姬武，毫无笑容。我不愿意。姐姐立马抽刀护在我跟前，我妹妹不愿意，谁都不能强迫与她。周围气氛降到冰点。姬武态度坚决，直直地盯着我，青兰，跟我走，我保证两国永世太平。我说，乌蒙，我们谈谈。姐姐1步3回头地退出，屋内剩我们2人。姬武说，青兰，我是真心的爱你的，我不信你对我无意。为什么不信呢？我笑了，我本来就对你无意。是因为这张脸吗？姬武发疯地摔掉面具，可是，青兰，
这是你亲手毁的。我看着他发疯，弯腰捡起面具，吹掉上边的灰尘。姬无，戴上它吧，你一辈子都需要的。你应该感谢我毁了你的脸，不然你如何登上这个位置？难道凭你一个小侍卫的身份吗？你要永远记得，我能扶你上去，就能拉你下来。我手中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东西。所以，姬无，老老实实的过你的富贵日子，别妄想不该有的。乌蒙就是乌蒙，姬无是我赋予他的身份。当年我凭着记忆赶过去救姬无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，没死的是他身边的一个小侍卫。我就下了小侍卫，毁了他的脸，让他顶替了姬无的身份，将他送上了高位。姬无恍惚地跌坐在座位上。青兰，你对我还有所防备？当然，不然如今的局面我该如何应对？姬无，好好的过日子吧，享受一下不曾有过的荣华，也算是不枉我们合作一场。我谋划这么多，也不过是想和姐姐好好的生活。我知道了。姬无整理好情绪，戴上了面具。他隐约的也有了帝王的气势。出门前的最后一回头，他说：青兰，你要幸福。我点头，当然。国家安定了下来，边城逐渐的变得热闹了。曾经逃亡的人们逐渐的回归了自己的家乡，两国之间开启了贸易往来，日子越来越好。姐姐每日训练新兵，巡防城池，日子很充实。我呢，无所事事，每日吃吃喝喝，晒晒太阳，偶尔会收到姬无送来的有趣的玩意儿。姐姐总是喊我随她一起动起来。兰儿，你都快胖成小猪了。我嘿嘿一笑，继续缩在摇椅上吃着零嘴。穆觉探头进来院子，手中握着一个簪子，扭扭捏捏的不知如开口。我眨眨眼，姐姐，我想到一个动起来的好办法。姐姐凑过来，什么呀？要不你成个亲，生个小娃娃，我给你带带。陆青兰，姐姐羞恼的大吼，一扭头看到穆觉握着簪子傻笑，笑闹声响彻整个院子，天空一片晴朗。风轻轻，云飘飘，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！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